禅门歧视女性吗？一句话回答，当然不会。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岂会因为性别的不同而不同？原本这个话题就可以结束，但我们无法去回避两个巨大的争议：一，为何有女身不能成佛的观点；二，为何存在僧尼不平等的八敬法戒律，再加上其他存在的种种歧视，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人间见禅。何身不可修菩提？关于禅门是否对女性有歧视，最大最争议的观点莫过于女身不能成佛。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从《法华经》第12品中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故事谈起：龙女成佛。在法会上，文殊菩萨宣说《法华经》的究竟义理，但在座的舍利佛尊者等却心存疑惑。就在这时，护法梭杰罗龙王的女儿出现了。龙女只有8岁，却被熏陶着深信不疑。当她为佛陀献上宝珠，然后立即转化为男身，当下成佛。许多人在这里就说了，既然禅门不歧视女性，那为何龙女先要转为男身才能成佛？如果只盯着这一点来看，反而会忽视了这个故事中真正想要击碎的那些障碍。性别的标签反而是最不起眼的。第一，龙女非人。虽然龙主有大神通，但依旧属于畜生道，在传统观念中被视为愚痴无明，不可证得正果。第二，龙女只有8岁，天真浪漫，缺乏应有的智慧，怎么可能理解正法？第三，即身成佛，这才是最争议的一点。在大乘原本的观点中，从发愿到成佛，需要3大阿僧祇劫，历经无尽的岁月，忍受种种考验，龙女凭什么可以一蹴而就？所以，请让我们想想看，这个故事真正的震撼之处在于哪里？就在于破除了一切预设的僵化的障碍。想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性别重要吗？不重要。物种重要吗？不重要。智慧重要吗？不重要。时间积累重要吗？也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是心的彻悟与愿的圆满。法华经中的这个故事原本就是为了打破那些枷锁，而所有的枷锁并不是来源于故事本身，只是在当时的社会认知中普遍存在。我们并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而故事本身宣扬的正是女身可以成佛。当然了，你可能会追问，故事中好像成佛的依旧是男身呀。那别忘记《金刚经》曾告诉我们的，想成就果位需要无4相，也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之前有一期曾专门提过，这就是要无我相，破除我和他人区别的执着；无人相，破除人身和其他动植物众生区别的执着；无众生相，破除生命体与非生命体区别的执着；无寿者相，破除时间、空间乃至一切物理法则的执着。当然了，这里可能许多人会有不同的见解，暂且不做讨论，只说这么一点：
如果这些相都已经被破除了，那么男女之相的区别还有可能存在吗？然而，你可能还会追问，为什么我们看到诸多的照相，为何大多都是庄严男相，被称为32相，容貌殊胜圆满？别忘了《金刚经》又说了，不应以32相观如来，同时进一步表达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这些形象本就是教化众生的方便示现，而不是代表正法本身。此外，在现实中，除了藏传之外，号称女身佛的倒成了一枚试金石，因为这些往往伴随着邪说，比如我们之前所提到过白莲教中的无生老母。接下来让我们聊聊更具备争议的八敬法。时代所承受之重。什么叫八敬法？如果说上面提到的是义理分歧，那么这就是日常管理中最具争议也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组戒律。让我们看看大概讲的都是什么。当然了，不同的经典会略有不同。第一组礼数相关，有3条。一，尼要敬僧，即便是100岁比丘尼，也要礼拜新受戒的比丘。可能这第一个戒律就让不少人心里有了疙瘩。2，尼不谤僧，比丘尼不得辱骂或诽谤比丘。3，不举僧过，就是说比丘尼不得检举比丘的过失，但反过来比丘可以检举比丘尼的过失。第二组管理相关，有3条。4，二部受戒，比丘尼的受戒必须在比丘和比丘尼2部僧团中共同完成。5，二部忏悔，比丘尼犯了罪，必须在比丘和比丘尼2部僧团中共同忏悔。6，半月求教，每隔半月，比丘尼应该前往比丘僧团请求教戒。再看第3组节下相关，有2条。什么叫节下？就是僧团在夏天不再外出，专注修学的传统制度，尤其盛行于南传。7，安居不远离，节下安居时，比丘尼不同比丘同住，但也不得远离。8，安居后自治，节下安居后，比丘尼应请求比丘教诲。显而易见，在当下看来，八敬法肯定是充满了争议，但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由来。根据巴利三藏的记载，当时抚养佛陀长大的姨母大爱道夫人，与佛陀未出家前所娶的妻子耶输陀罗一起率领数百名侍女赶去要求加入僧团。面对他们的请求，佛陀曾3次婉拒，直到阿难求情，又替他们请求了3次，佛陀便说：正法1000年，若度女人，则减500；若行八敬法，正法还得1000年。由此答应了下来。其实这个传说有一定的争议，因为佛陀制定戒律的标准是随犯随治，不会为未发生的事情而设戒。但我们还是得想想，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环境，一群脱离家庭与一群男性共同托钵修行的女性将面临多大的压力、猜忌乃至危险。同时我们要承认，当时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婆罗门也好，其他沙门也好，从
从来没有女性出家修行的先例。这些规则与其说是歧视，不如说是顺应时代的一种管理方法。也正因为如此，还在托钵修行的南传上座部中，八敬法直到现在还被广泛接受，而在结庐修行的北传大乘中就已经不太严格了，所以汉地也就有很多人并不太了解。时至今日，关于八敬法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一些研究者提出，八敬法并非是原始规定，而是后世保守派为了维护其权威，逐步加入律典的。不过这点还没有定论。此外，像星云法师也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戒律并非是僵硬不化的，所谓小小戒可舍，如果硬要不变通，只不过是某些人不是靠内在，而是靠规则来获得尊重。星云法师很了不起，但他的这段话算是充分表达了观点，也曾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乃至延续至今。我们暂且不去评判这其中的对错，但不可否认，这其中所蕴含的平等与慈悲的精神。义理超越时代。我们聊了很多的故事，但要知道，故事反映时代，义理超越时代。古代印度地区是人类社会中农业内卷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了解社会学就会知道，农业越内卷，产出越极限，同时对女性的剥削尤甚。在古代印度社会中，女性的地位非常的低下，没有继承权，没有教育权，甚至还没有人格权，不能独自出门，经常被买卖，一夫多妻也是公开的。而佛陀却做了3件颠覆性的事情：一，允许女性出家，这在当时绝对轰动；二，针对女性的情况，制定了适宜的修行体系。就拿袈裟来说，男性有3衣，而女性有5衣。三，承认女性可以证得阿罗汉果。后期大乘同样认为女性可以证得菩萨乃至成佛。相比较的是我们之前聊到过的耆那教，早期甚至认为女性根本无法获得救赎。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少女性也在禅门中取得了成果，比如刚才提到的佛陀的姨母，同时也是养母的大爱道夫人，成为了第一位比丘尼。再比如莲花色，甚至出身贱籍，比单纯的女性更加有爱修行，可照样在其后成就阿罗汉果。而在汉地，观世音菩萨经常以女相示现，这便是法无定向的最有力证明。平等与慈悲。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禅门歧视女性吗？从根本义理上来说，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佛学基石就是缘起性空，在究竟的实相层面，包括男女之相，皆是虚妄。然而在红尘中，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的影响，就像之前所做过的缅甸的那一期。缅甸作为佛国，身份排序是僧人、男人、女人、尼姑，女性出家者的身份甚至最为卑微，而这正是历史的遗留。在汉地也一样，女人来月事不能参拜，女众走路排在男众后面，这并非是佛门正法，只是
世间习俗。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佛学最深的基础一直都是平等与慈悲。谢谢大家，让我们下期再见。